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2025年5月18日上午10点37分，北京某软件科技公司，林峰走出会议室，手里拿着刚签好的合同。甲方：华昌集团；乙方：北京腾跃科技有限公司。合同金额3.2亿元。项目内容：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。3.2亿。林峰看着合同上的数字，深吸了口气。这是公司成立8年来最大的一笔订单。他给客户做了18版方案，跑了华昌集团32趟，陪客户总监李明喝酒，喝到胃出血，住院2天，连续熬夜47天，改方案，做报价，协调技术团队。今天终于签了。林峰回到公司，直接去了老板办公室。王总。林峰把合同放在桌上，签了。老板王建国拿起合同，看到上面的数字，眼睛瞪大了。3.2亿。对，林峰说。李总签了，首付款1亿，这周5到账。好。王建国激动地站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转了3圈。林峰，你太厉害了，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单子，必须庆祝，必须好好庆祝。王建国拿起内线电话，小刘，来我办公室。行政总监刘芳进来，明晚6点，订香格里拉大酒店最大的宴会厅。王建国说，开庆功宴，庆祝公司拿下3.2亿大单，通知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必须参加。好的，王总。刘芳说。林峰站在旁边，心里有些期待。庆功宴，这应该是为他开的吧？毕竟这是他的单子。林峰。王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次辛苦你了，应该的，回去好好休息。王建国说，明天庆功宴见。林峰笑了。好。回到工位，同事们都围了过来。林哥，真的签了3.2亿，牛逼啊，林哥！林哥，明天庆功宴，你肯定是主角啊！张强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林哥，提成多少？林峰算了算，软件项目按公司规定，大单提成2%，就是640万。我去！张强瞪大眼睛，640万，扣完税到手大概420万。林峰说，420万够在北京付个首付了，够让母亲看病了，够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了。林峰想起母亲上次打电话，儿子，你在北京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妈，你爸走了2个月了。母亲的声音有点哽咽，后天就快100日了，你能回来吗？林峰沉默了几秒钟。后天是父亲的100日，按老家的习俗，儿子应该回去祭拜，但现在合同刚签完，还有很多细节要处理。妈，林峰说，我这边工作有点忙，可能回不去了。也行。母亲说，你工作要紧，妈自己在家祭拜就行了。妈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？母亲说，你好好工作，你爸在天上会高兴的。挂了电话，林峰看着窗外，父亲2个月前去世了，胃癌晚期，从发现到去世只有2个月。去世那天，林峰在华昌集团开会，谈这个3.2亿的单子。母亲打电话，你爸不行了，快回来。林峰看了看会议室里的客户，妈，我在开会，等我开完就回去。可是你爸真的不行了。我知道，我尽快。挂了电话，林峰继续开会。3个小时后，会议结束，他拿出手机，15个未接来电，全是母亲打的。他回拨过去，妈，你爸走了。母亲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林峰听出了他在哭。我马上回来。不用了，母亲说，丧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忙你的吧。
妈，对不起。林峰的声音哽咽了。儿子，母亲说，你爸走的时候说，让你好好工作，不用管家里。挂了电话，林峰坐在公司楼下的台阶上，哭了很久。他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这个3、2亿的单子。现在单子签了，提成420万，值得吗？林峰深吸了口气，回到工位，准备明天的庆功宴。第二天，5月19日下午4点47分，林峰在家里换上新买的西装，深蓝色，3800块。昨天下班专门去商场买的。他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领带。今晚他是主角，他要站在台上接受所有人的掌声。下午5点23分，他到公司拿点东西。办公室里很多同事都在。林哥，你也来拿东西啊？张强说。拿个 U 盘。林峰说。你们怎么还不走？6点要到香格里拉啊？是啊，快走了。张强说着，眼神有点闪躲。林峰觉得有点奇怪，他走到工位，打开电脑，想看看邮件。突然，他看到行政群里的一条置顶消息：行政刘芳今晚庆功宴，请以下人员18点前到香格里拉大酒店宴会厅。1. 王建国，董事长兼 CEO。2. 李明，销售部经理，今年业绩320万。3. 张强，销售主管，今年业绩420万。4. 刘洋，销售专员，今年业绩680万。5. 陈红，财务总监。6. 刘芳，行政总监。7. 赵阳，技术部经理。8. 孙梅，人力资源总监。9. 小王，前台。10. 李师傅，司机。11. 老张，保安队长，请准时参加，不得缺席。林峰往下滑，滑到底了，38个名字，没有他。销售部6个人：李明、张强、刘洋、小陈、小李、老赵，全在名单上，就他不在。管理层全在，甚至连前台、司机、保安都在，就他不在。拿下3、2亿大单的他不在。林峰的手抓紧了鼠标，一定是看错了。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38个名字，就是没有他。林哥，张强走过来，声音很小：“你看到了？”林峰转过头，看着张强：“为什么没有我？”张强低着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刘芳忘了加你名字。”忘了。林峰笑了。3、2亿的单子是谁签的？他会忘了？张强不说话了。林峰站起来，走向行政办公室。刘芳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走。刘总监，林峰尽量让声音平静。庆功宴的名单为什么没有我？刘芳愣了一下，脸色有些尴尬。这个是王总定的名单，王总为什么没把我加进去？我不知道。刘芳说，你要不问问王总。林峰转身走向老板办公室，敲门。进。林峰推门进去，王建国正在打电话，看到林峰，做了个等一下的手势。林峰站在那里等着。3分钟后，王建国挂了电话。林峰，什么事？王总。林峰深吸了口气，庆功宴的名单为什么没有我？王建国愣了一下，然后拿起手机看了看行政发的名单，沉默了几秒钟。林峰。王建国放下手机，你坐。林峰没坐，站在那里。是这样的，王建国说，这个3、2亿的单子确实是你签下来的，公司很认可你的能力，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。王建国看着林峰，这个单子是公司的，不是你个人的，没有公司的平台，没有技术团队的支持，没有财务部的配合，
你一个人能签下3、2亿吗？所以今晚的庆功宴是庆祝公司的成功，不是庆祝个人的成功。林峰盯着王建国，没说话。而且王建国继续说：林峰，我最近发现你有点飘了，签了个大单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你要记住，你只是公司的一个员工，离开公司的平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王建国的语气越来越重，所以庆功宴不叫你，是想让你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懂得谦虚，要知道感恩公司。如果你觉得委屈，那说明你心态不对，需要调整。办公室里安静的能听见呼吸声。林峰盯着王建国，一字一句地说：王总，这个单子是我用3个月时间谈下来的，我做了18版方案，我跑了32趟客户公司，我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，我连续熬夜47天，我父亲2个月前去世，我在客户公司开会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明天是我父亲的百日，我本该回老家祭拜，但我在公司加班处理合同细节。现在您开庆功宴庆祝这个单子，但是没有我。林峰的声音越来越高。您还说我飘了，您还说我心态不对，您告诉我凭什么？王建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林峰，注意你的态度。他拍了拍桌子，我是老板，我做的决定不需要向你解释，你如果不服，那就……王建国突然停住了，他本想说那就辞职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林峰手上有420万提成，应该不会走，而且公司还需要他维护华昌集团这个大客户，那就好好反省一下。王建国改口说：今晚庆功宴你不用去了，在家好好想想。林峰盯着王建国，5年，他在这个公司5年，从基层销售做起，一单一单拼出来，今年拿下3、2亿大单，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。但现在老板说他飘了，说他心态不对，说他离开公司平台什么都不是。好，林峰说。他转身走出办公室，砰，门关上了。下午5点47分，林峰回到工位，办公室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大家都去庆功宴了。张强走过来，林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林峰说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？张强小声说，我带你进去，应该没事的。不用。林峰打开电脑，林哥，你走吧。林峰说，别迟到了。张强看着他，想说什么，但最后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走了。6点整，最后一个同事也走了，整个办公区只剩林峰一个人。他坐在工位上，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，窗外北京的夕阳正在落山，金色的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照在他的脸上。林峰打开手机，看到公司群里开始发照片了。香格里拉大酒店宴会厅，38个人，笑容满面，举着酒杯。王建国站在台上，拿着话筒。今天我们庆祝公司拿下3、2亿大单，这是公司的里程碑，这是团队的胜利，让我们为这个优秀的团队鼓掌。掌声雷动，照片里38个人都在鼓掌。前台小王在鼓掌，保安老刘在鼓掌，司机李师傅在鼓掌，销售部业绩680万的刘洋在鼓掌，就是没有签下3、2亿大单的林峰。林峰看着这些照片，一张一张的翻，他们在敬酒，他们在聊天，他们在笑。王建国举着酒杯，这个单子的成功证明了公司的实力，证明了团队的力量。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存在的，只有团队才能成功。又是一阵掌声。林峰关掉手机，他站起来，走到落地窗前，窗外北京的夜景
灯火辉煌。他想起2个月前的那天，父亲去世的那天，他在华昌集团开会，谈这个3、2亿的单子。母亲打电话：“你爸不行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开会，等我开完就回去。”3个小时后，父亲走了，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这个3、2亿的单子，为了公司，为了老板。现在单子签了，老板开庆功宴，38个人，就是没有他。老板还说他飘了，说他心态不对，说他离开公司平台什么都不是。林峰转身走回工位，他打开电脑，新件邮件，收件人全公司，主题辞职。他停住了，手指放在键盘上，辞职信该怎么写？感谢公司5年的培养，感谢老板的信任。不，林峰删掉，重新写正文，即日起辞职，不需要批准，落款林峰。就这一句话。他看着这封邮件，停顿了3秒钟，然后按下发送。发送成功。林峰站起来，他拿出一个纸箱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工位上的照片，母亲的照片，父亲的照片，抽屉里的笔记本，5年的客户资料，5年的工作记录，书架上的奖杯，去年的销售冠军奖杯，前年的优秀员工奖杯，还有那些客户送的礼物，那些加班熬夜的咖啡杯，一样一样装进纸箱。5年的东西装了3个纸箱，他一箱一箱地搬到门口，然后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办公室，这个他工作了5年的地方，这个他从月薪5000拼到月薪15000的地方，这个他从基层销售拼到销售经理的地方，这个他拿下3、2亿大单的地方，也是今天把他排除在庆功宴之外的地方，也是今天老板说他飘了，心态不对，离开平台，什么都不是的地方。林峰拿出手机，长按关机键，屏幕弹出，是否关机？他点了确认，屏幕黑了。他把手机放进口袋，拿起纸箱，走出办公室。电梯下到1楼，保安老刘坐在前台，看到林峰抱着纸箱，愣了一下。林经理，这么晚了还搬东西？林峰说：“您不去庆功宴啊？”老刘说：“我听说今晚公司在香格里拉开庆功宴，庆祝您签的那个大单子。”林峰停住了。老刘，你怎么知道是我签的？公司谁不知道啊？老刘笑了。3、2亿的单子，林经理，您厉害，您这3个月天天加班到半夜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林峰看着老刘，连保安都知道是他签的单子，连保安队长都在庆功宴的名单上，但他不在。老刘，林峰说：“我辞职了。”老刘愣住了。什么？辞职？为什么？没什么。林峰说：“就是累了。”他走出大楼，身后老刘还在喊：“林经理，您别冲动啊，这么好的工作。”林峰没回头，他把3个纸箱放进车里，开车离开。路上，他经过香格里拉大酒店，门口停着很多车，都是公司的车。林峰放慢了速度，看了一眼宴会厅的灯光很亮，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里面人影晃动，他们在庆祝3、2亿的大单，庆祝公司的里程碑，庆祝团队的胜利，但里面没有他。林峰踩下油门离开了。晚上9点23分，林峰回到出租屋，30平米的老破小，月租3800。他在这里住了3年，这5年他的收入轨迹：第1年月薪5000，年收入6万，存款0，全寄回家；第2年月薪8000，年收入9， 6万，存款0，父亲看病；第3年月薪12000加提成30万，年收入44，
4万，父亲手术30万，自己15万，家借15万，剩余14。4万第4年，月薪15000，加提成50万，年收入68万，父亲治疗40万，自己20万，家借20万，加14。4万加医保5，6万，剩余28万第5年，月薪15000，加提成80万，年收入98万，还债35万，剩余63万，现在存款63万，加上这次提成420万，总共483万，够在北京付个首付了。但是他把3个纸箱堆在角落，坐在床上，拿出手机，想了想，还是没开机。他知道一旦开机，肯定会有无数个电话，老板的、HR 的、同事的，但他不想接，一个都不想接，他只想安安静静地睡一觉。林峰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全是今天的画面。这个单子是公司的，不是你个人的，你有点飘了，离开公司平台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心态不对，需要调整。林峰闭上眼睛，5年，他这5年到底图什么？图钱。420万提成确实不少，但是用父亲的最后一面换来的，用错过父亲100日换来的，值得吗？图前途，今天被排除在庆功宴外，被老板说飘了，心态不对，离开平台，什么都不是，这就是前途。林峰想起母亲的话，明天是你爸100日，你能回来吗？他说不能，要加班。结果呢？加班处理合同细节，公司开庆功宴不叫他，老板还说他飘了。林峰的眼眶红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您走的时候我在开会，明天是您100日，我还是不能回去，不是因为加班，是因为我被公司羞辱了，我需要时间冷静一下。爸，您说我做的对吗？林峰翻了个身，把脸埋在枕头里。5年第一次，他在晚上9点就睡了，不是因为累，是因为心死了。第二天5月20日上午9点17分，王建国坐在办公室里，宿醉还没醒，头很疼。昨晚庆功宴，他喝了很多，跟投资人喝，跟董事会喝，跟管理层喝，一直喝到凌晨1点，但很开心。2亿的单子，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订单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公司今年的营收能突破6亿，意味着公司的估值能从8亿涨到12亿，意味着他的身价能翻倍。王建国靠在椅子上，想起昨晚投资人跟他说的话：王总，这次干得漂亮，2亿的单子，你们团队真厉害。团队，对，是团队，不是林峰一个人，是整个公司的团队。林峰那小子签了个大单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必须得敲打敲打，不然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。庆功宴不叫他，就是要让他明白，公司是老板的，不是他的。反正420万提成摆在那，他舍得走吗？王建国拿起手机，想看看公司群里的消息，刷到一封邮件，发件人林峰，收件人全公司，主题辞职。王建国愣了一下，辞职？他点开邮件，正文只有一句话：即日起辞职，不需要批准。落款林峰，发送时间昨晚6点12分。王建国坐直了身体。昨晚6点12分，庆功宴刚开始的时候，林峰发了辞职信。他又看了一遍邮件，即日起辞职，不需要批准。就这一句话，没有感谢公司，没有感谢老板，甚至没有解释原因，就一句话：辞职，不需要批准。王建国皱眉，这小子什么意思？给他脸色看，吓唬他？王建国冷笑了一声，辞职
420万提成你不要了，在北京这么多年的积累你不要了，肯定是赌气。过2天就回来了。王建国拨林峰的电话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。王建国又拨了一次，还是关机。他叫秘书进来，小张，林峰的电话打不通，你去他工位看看他来了没有。好的，王总。2分钟后，秘书回来，王总，林峰的工位空了，东西都搬走了。什么？王建国站起来，他桌上什么都没有了。秘书说，连电脑都拿走了。王建国快步走出办公室，来到林峰的工位，工位上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桌上的照片没了，抽屉里的资料没了，书架上的奖杯没了，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在这里工作过一样。去查监控。王建国说，10分钟后，他看到昨晚的监控录像。晚上6点12分，林峰一个人坐在工位上，整个办公室就他一个人。他打开电脑，打了几个字，发送，然后关掉电脑，站起来，拿出纸箱，开始收拾东西，一样一样装进纸箱。3个纸箱，他一箱一箱地搬出办公室。最后，他站在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监控里，林峰的背影很孤独。王建国看着这段录像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王总，秘书小声说，要不要找林峰谈谈？不用。王建国说，他这是赌气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可是2亿的单子是他签的，华昌集团那边还需要他对接，那又怎么样？王建国打断他，合同已经签了，钱也快到账了，客户那边我会亲自去对接。林峰以为离了他，公司就转不了了。王建国冷笑，让他闹去吧，闹够了自然就回来了。秘书欲言又止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退了出去。王建国回到办公室，他觉得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一个销售吗？赌气辞职。等他冷静下来，看看420万提成，自然就回来了。上午10点47分，王建国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，李总，李总，就是那个2亿单子的客户，华昌集团的采购总监李明。王建国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还是接通了电话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。李总，早啊。王总，李明的声音有点冷。王建国愣了一下，这语气怎么不太对？李总，有什么事吗？林峰呢？李明问。我找他有事。林峰啊，王建国说，他今天请假了，可能有点私事，要不您跟我说，我也能处理。请假？李明的声音更冷了。王总，你确定他是请假？王建国皱眉。李总，什么意思？我问你。李明说，林峰是不是辞职了？王建国的手抓紧了话筒。李总，您怎么知道？所以是真的。李明打断他，这个是他昨晚发了辞职信。王建国说，但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，跟合同没关系，合同已经签了，我们公司会按时履约的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王总，李明的声音很平静，但王建国听出了愤怒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们开庆功宴对吧？对。王建国说，庆祝签下2亿大单。庆功宴有林峰吗？王建国愣住了。这是公司内部的事，有还是没有？李明的声音拔高了。王建国沉默了。没有，他说。为什么？因为王建国组织了一下语言，因为这个单子是公司的成功，不是个人的成功。我们庆祝的是团队的力量，团队的力量。李明冷笑了。王总，我问你，这个2亿的单子是谁签的？是林峰签的。是谁用3个月时间
跑了我公司32趟，是林峰。是谁做了18版方案，改到凌晨3点？是林峰。是谁在他父亲去世2个月，快到100日的时候，还在你公司加班处理合同细节？王建国的额头开始冒汗。那你告诉我，李明一字一句地说，庆功宴为什么没有他？王建国握着话筒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李总，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管理决定。内部管理决定。李明的声音变得冰冷。王总，我现在通知你一件事。王建国的心跳开始加快，手心全是汗。2亿的合同。李明停顿了一下，是我跟林峰签的，不是跟你的公司签的。王建国的手开始抖。李总，您什么意思？合同上明明写的是我们公司的名字，合同是你们公司的名字没错。李明说，但我信任的是林峰这个人，不是你的公司。他辞职了，那我也取消合同。王建国整个人僵住了。李总，您说什么？我说合同取消。李明的声音很平静。2亿，我不签了。李总。王建国站起来，合同已经签了，白纸黑字，具有法律效力，签了又怎么样？李明说，首付款还没打，合同还没生效，我现在通知你取消。为什么？王建国的声音在抖。因为没有林峰，我不信任你的公司。李明说，李总，林峰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。王建国说，这个项目我们公司完全有能力完成，我们有30人的技术团队。有，是吗？李明冷笑。3个月前，你们公司给我的方案，我看过，完全不行，技术架构老旧，功能单一，根本不符合我们的需求。是林峰连夜重新做的方案，我才同意的。2个月前，你们公司的报价比市场价高35%。是林峰帮我们重新核算成本，压下来800万。1个月前，你们公司的样品演示 bug 一堆，根本没法用。是林峰协调技术团队，熬了3个通宵重新做的。这3个月，项目所有的细节，我只跟林峰对接，没跟你的公司对接过一次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林峰只是一个销售。李明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扎在王建国心上。李总，我马上让林峰回来。王建国急了。晚了。李明说，他已经辞职了。而且王总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辞职吗？王建国握着话筒，额头的汗往下滴。因为他父亲2个月前去世了，明天就是100日。李明的声音变得更冷。100日那天，按习俗，儿子应该回老家祭拜，但林峰没回去，在你公司加班处理我们合同的最后细节。结果晚上你们开庆功宴，庆祝他拼命签下的2亿单子，不叫他，还跟他说他飘了，心态不对，离开公司平台什么都不是。李明的声音越来越冷。王总，你觉得这样的公司配得上这2亿的单子吗？李总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李明打断他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华昌集团取消与贵公司的合作，律师函明天会发到你们公司。李明挂了电话。王建国握着话筒，整个人瘫在了椅子上，脸色煞白，手在抖，嘴唇在发抖。2亿取消了。公司今年的营收目标是6亿，失去这2亿，就等于失去了1半以上。而且这个单子已经对外宣布了，昨晚还开了庆功宴，投资人知道了，董事会知道了，全公司都知道了，行业内都知道了。现在取消，公司的名声就毁了。股东会怎么看？投资人会怎么看？员工会怎么看？客户会怎么看？整个行业会怎么看？王建国抓起手机，
拨林峰的电话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又拨，还是关机，再拨，还是关机。他连续拨了15次，全是关机。王建国把手机扔在桌上，抱着头，完了，都完了。突然，手机又响了，来电显示董事会刘总。王建国深吸了口气，接通。刘总，老王。刘总的声音很严肃，我刚接到华昌集团那边的电话，说要取消合作，怎么回事？王建国闭上眼睛，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刘总的声音拔高了，因为林峰辞职了。李总说没有林峰，他不信任我们公司。林峰辞职，为什么辞职？王建国沉默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难道说因为庆功宴没叫他？难道说因为他父亲快百日那天他在加班，但我们开庆功宴不叫他？难道说因为我跟他说他飘了，心态不对，离开公司平台，什么都不是？老王，刘总的声音变得冰冷，你知不知道这3、2亿对公司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个屁！刘总爆粗口了。今年公司的营收目标是6亿，这3、2亿占了53%，失去这3、2亿，公司今年的目标就完不成。完不成目标，投资人会撤资，撤资了，公司的现金流就断了，现金流断了，公司就完了。你明白吗？王建国握着话筒的手在抖。我会想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刘总说，你现在立刻给我2个选择。第一，找回林峰，让他继续对接项目。第二，保住这3、2亿的单子。48小时，给我一个结果。如果做不到，董事会紧急开会，讨论你的去留问题。刘总挂了电话。王建国把手机扔在桌上，抱着头。48小时，找回林峰，或者保住单子。但怎么找？林峰关机了，失联了，他去哪了？没人知道。王建国按下内线，让 HR 总监、销售部经理还有行政总监立刻到我办公室来。5分钟后，3个人都到了。林峰的朋友、同学、亲戚，所有能联系的人全部联系一遍，必须找到他。王建国说：“是，王总。”还有，王建国看着 HR， 把林峰的420万提成准备好，只要他回来，立刻发给他。另外，给他升职，副总裁，年薪翻倍，让他知道公司是重视他的。HR 点头，好的。接下来的6个小时，公司所有人都在找林峰，打电话、发微信，到处打听，但没有任何消息。林峰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下午5点47分，销售部经理来汇报：“王总，我们联系了林峰的大学同学、中学同学，还有他的几个朋友，都说不知道他在哪。他母亲呢？”王建国问。联系了，但他母亲说不知道，而且态度很冷淡。王建国皱眉。下午6点23分，张强来到王建国办公室：“王总，我可能知道林哥在哪。”王建国的眼睛亮了：“在哪？”林哥有个大学同学在云南大理开客栈。张强说：“林哥之前说过，如果有一天累了，就去云南散散心。客栈地址有吗？”“有，我问到了。”张强把地址发给王建国。王建国看着地址：云南大理古城悠然客栈。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王建国说：“你继续盯着公司这边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。”是。当晚7点23分，王建国订了飞往昆明的机票。晚上9点的飞机，他让秘书收拾了一些文件，准备好林峰的聘任协议。职位：副总裁，年薪200万，股份5%提成
420万，立即发放。他要带着这些亲自去云南，把林峰请回来，不是求回来。现在公司的命运全在林峰手上。晚上8点47分，王建国接到另一个电话，投资人张总，老王，听说华昌那个单子要黄。张总的声音很不客气，是有些问题，但我在处理。老王，你知道我们当初投你2000万，就是看中这个项目的潜力。张总说，如果这个项目黄了，我们的投资就打水漂了。我需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这个项目到底还能不能做？能做。王建国说，我正在想办法，什么时候能有结果？最多48小时。好，我等你48小时。张总说，如果48小时后还没有结果，我们投资人会重新评估这个项目。张总也挂了电话。王建国看了看时间，晚上8点52分，距离飞机起飞还有8分钟。他拿起包，冲出办公室。王总，您去哪？秘书追出来。云南，找林峰。王建国说，公司的事你盯着，有紧急情况打我电话。他冲进电梯，按下1楼。电梯里，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脸色煞白，眼睛布满血丝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1天之内，他老了10岁。5月21日早上7点38分，王建国的车停在大理古城悠然客栈门口。他昨晚9点23分登上飞机，凌晨1点17分落地昆明，然后租车连夜开往大理，6个小时的车程，他一刻没停。现在眼睛布满血丝，满脸胡茬，西装皱巴巴的，完全不像一个身家过亿的公司老板，更像一个走投无路的失败者。客栈老板是个30多岁的女人，姓赵，正在院子里浇花。你好，请问有个叫林峰的客人住在这里吗？王建国问。赵老板看了他一眼，打量了一下。您是？我是他朋友。王建国说。哦，赵老板说，林先生住在3号房，但他早上出去散步了，还没回来。那我能等他吗？可以，您先坐。王建国在院子里坐下，院子很安静，有小桥流水，有花草树木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，很温暖。但王建国完全没心情欣赏。他看了看手机，7点52分、8点13分、8点47分，终于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客栈门口。林峰，他穿着一件白 T 恤、牛仔裤，背着个小包，脸色很平静，皮肤晒黑了一些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放松，完全不像刚辞职的样子，更像是在度假。他走进院子，看到王建国，脚步停住了，愣了1秒钟。王总。王建国站起来，整个人有些摇晃，差点站不稳。他已经1天1夜没睡了。林峰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林峰看着他，没说话，看着这个48小时前还说他飘了、心态不对、离开公司平台、什么都不是的老板。现在这个老板眼睛布满血丝，满脸胡茬，西装皱巴巴的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林峰，王建国走过去，声音有些颤抖，跟我回公司吧。林峰笑了。王总，您连夜从北京飞过来，就是为了说这句话？不只是这句话。王建国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聘任协议，副总裁，年薪200万，5%股份，还有你的420万提成，公司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一回去就能拿到。林峰看了一眼文件，没接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回来吧。王建国说，公司需要你，华昌的项目需要你，李总那边我已经沟通了，只要你回来，他就继续合作。王总，
您说反了吧？林峰说，不是公司需要我，是您需要我，因为李总要取消合同了，对吗？王建国的脸色变了，因为董事会给您48小时期限，让您找回我，对吗？因为投资人要撤资，公司要完了，对吗？林峰一步一步走进王建国，所以您连夜飞过来，是来求我的，对吗？王建国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林峰，对不起。他终于说出了这3个字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把你排除在庆功宴外，我不该说你飘了，心态不对，我不该说你离开公司平台什么都不是，我错了。王建国的眼眶红了，你回来吧，你要什么条件都可以，副总裁200万年薪，5%股份，还是10%？你说。林峰看着王建国，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他说：“王总，您知道我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吗？”王建国愣住了。2个月前，林峰说：“5月19日是我父亲的百日，百日那天，按我们老家的习俗，儿子应该回去祭拜，但我没回去，在公司加班处理华昌项目的最后细节，因为您说。”这个项目很重要，不能出任何差错，所以我在公司加班。林峰的眼眶红了。结果晚上您开庆功宴，庆祝我拼命签下的3.2亿单子，不叫我，38个人，前台、保安、司机都在，就我不在。您还说我飘了，心态不对，离开公司平台什么都不是。林峰一字一句地说。王总，您觉得我还会回去吗？王建国的脸色变得煞白。林峰，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是你父亲百日，您不知道。林峰打断他，因为您从来不关心我，您只关心业绩，关心单子，关心钱，但您不关心人。我在您公司5年。林峰说，您知道我家在哪吗？王建国摇头。您知道我母亲一个人在老家，身体不好吗？王建国还是摇头。您知道我父亲去世那天，我在谈您的单子，错过了最后一面吗？王建国低下了头。您什么都不知道。林峰说，因为在您眼里，我只是一个工具，一个帮您赚钱的工具。这3.2亿的单子，按40%利润率，您能赚28亿，我拼命3个月，错过父亲的葬礼，错过父亲的百日，拿420万，您什么都不做，拿28亿，您还说我飘了。林峰的声音越来越高。王总，您告诉我，凭什么？客栈的院子里安静的能听见风声。王建国站在那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突然他猛地跪下来。林峰，求你了！王建国的声音颤抖。你回来吧，公司300个员工都要靠这3.2亿活着。如果公司倒了，他们都要失业，他们也有家庭，也有孩子，也要养家糊口。王建国的眼泪掉下来。你就当可怜他们，回来吧。林峰看着他。王总，前天在您办公室，我跟您说3.2亿的单子是我拼命签下来的，您怎么回答我的？您说这是公司的成功，不是个人的成功。您说离开公司平台，我什么都不是。现在公司出事了，您跟我说可怜300个员工。林峰摇了摇头。王总，您当初怎么不可怜我？我错过父亲葬礼的时候，您怎么不可怜我？我父亲百日那天在公司加班，您开庆功宴不叫我的时候，您怎么不可怜我？现在您的公司要完了，您说可怜员工。林峰看着王建国。王总，我不欠您的，这5年我帮您赚了多少钱？就这一个3.2亿的单子，您就能赚28亿。这5年我签的单子，您赚的何止28亿？我欠您什么？是您欠我。
欠我一个公平对待，欠我一个尊重，欠我一个父亲的最后一面，欠我一个父亲的百日。所以，王总，回去吧，您的公司您自己救，我不会回去。说完，林峰转身走向客栈房间。林峰，王建国喊道：“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300个员工，他们怎么办？”林峰停住，但没回头。王总，当初您把我排除在庆功宴外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办？当初您说我飘了，心态不对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？现在您自己承担后果吧。林峰走进房间，砰，门关上了。院子里，王建国跪在地上，失声痛哭。他输了，彻底输了。下午3点47分，林峰接到李明的电话：“林总，方便的话，我们见个面聊聊。”“好，什么时候？”“我现在在大理古城南门的茶馆，你能过来吗？”林峰愣了一下：“李总，您在大理？”“对，专程来找你的。”半小时后，林峰到了茶馆，李明已经在了，正在泡茶。“林总，坐。”李明说。林峰坐下。“听说你辞职了？”李明问。“对。”林峰说。“为什么？”林峰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把庆功宴的事说了一遍。李明听完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“林总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你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，说公司对你不公平。我当时还在想，这么大的单子刚签完，你怎么会说这种话？现在我明白了。”李明倒了2杯茶，递给林峰1杯。“林总，我有个提议。”“您说。”“3、2亿的项目，我取消了王建国公司的合作。”李明说。林峰点了点头：“我听说了，但是……”李明看着他：“我想把这个项目给你。”林峰愣住了：“给我？”“对。”李明说。“如果你自己开公司，这3、2亿的项目，我给你的公司做。”林峰的手抓紧了茶杯。“李总，林总，你别急着拒绝。”李明说。“听我说完，这3个月，我只跟你对接，没跟王建国的公司对接。你的专业能力，你的服务态度，你的诚信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信任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王建国的公司。所以，如果你自己开公司，我愿意把项目给你。但是……”林峰说：“我现在还没有公司。”“那就开一个。”李明说。“注册一个公司很简单，可是我没有那么多启动资金，需要多少？”李明问。林峰算了算，至少要100万注册资本，还要租办公室、招人、买设备，加起来至少要200万。我可以投资。”李明说。林峰抬起头，看着李明：“李总，您为什么要帮我？”“不是帮你，是投资你。”李明说。“林总，这些年我见过无数销售，但像你这样专业、诚信、负责的真的不多。你值得我投资，而且这不是投资，是合作。我给你项目，你给我服务，互惠互利。我投200万，占20%股份，怎么样？”林峰沉默了几秒钟。“李总，20%太少了，那你觉得多少合适？”李明问。“您投200万，应该占30%。”林峰说。李明愣住了：“你确定？”“确定。”林峰说。“没有您，就没有这个机会。您投200万，承担风险，应该占30%股份，而且您占30%。我占70%，公司控制权还在我手里。”李明看着林峰，笑了：“林总，我欣赏你的魄力，成交。但有一点，我占30%是投资人身份，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，公司怎么经营，你说了算。”“好。”林峰说。2人握手。“林总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”李明说。林峰看着李明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是他辞职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被尊重。
不是被当成工具，而是被当成合作伙伴。李总，谢谢您。不用谢。李明说，明天我们就签投资协议，然后你开始筹备公司。好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林峰开始筹备公司。5月22日，他和李明签订了投资协议。签完协议，李明当天就把200万转到了林峰的账户。林峰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，2000000000，加上他自己的63万积蓄，总共263万，够了。5月23日，林峰回到北京，第一件事去工商局注册公司，公司名称北京林峰科技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100万，股东林峰70%，李明30%，法定代表人林峰，经营范围软件开发、技术服务、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。但注册公司没那么顺利，第一次公司名称被占用了。北京林峰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有人注册了，林峰改成北京林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，还是被占用。第三次他改成北京峰智科技有限公司，终于通过了。林峰拿着营业执照，看着上面的字，北京峰智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峰，注册资本100万元，成立日期2025年5月26日，这是他的公司。接下来是找办公室。林峰在海淀区看了5个写字楼，第一个房东看到是新公司，要求押5付3，太贵了。第二个看房时发现是隔断间，采光很差。第三个谈好了价格，交了2万定金，结果房东突然说不租了，定金也不退。林峰找了律师，折腾了3天，才把定金要回来。第四个各方面都不错，但租金太贵，月租5万，押3付3，30万。第五个总算找到了合适的，海淀中关村某写字楼，8层，120平米，月租3、5万，押3付3，21万。5月30日签了租房合同，6月1日开始装修，简单装修10万，办公桌椅、电脑、打印机、服务器15万，前后花了46万，还剩217万。6月3日开始招人，林峰在招聘网站上发了招聘信息，招聘岗位：1. 技术总监1名，2. 项目经理2名，3. 软件工程师5名，4. 测试工程师2名，5. 财务1名，6. 行政助理1名。但招人也不顺利，前3个来面试的技术总监一听是新公司，都拒绝了。林总，新公司风险太大，我还是算了。第4个谈得不错，但提出要50万年薪，挣5%股份，林峰给不起。第5个各方面都符合，但背景调查时发现这个人是王建国派来打探消息的，林峰直接拒绝了。第6个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，姓陈，35岁，之前在一家中型软件公司做技术总监，因为公司倒闭失业了，技术能力强，人也踏实。林总，开始年薪15万就行，期权你看着给。陈总监说，我看好您的公司，想跟着您干。林峰握住他的手，欢迎加入。6月5日，12个人的团队招齐了。6月7日，办公室装修完毕。6月8日，林峰召开了第1次全体员工会议，12个人坐在会议室里，林峰站在白板前。各位同事，今天是公司成立的第13天，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工，但我想先跟大家说几句。我叫林峰，32岁，
之前在一家公司做了5年销售，2周前我辞职了，因为我帮公司签了个3、2亿的大单，但公司开庆功宴没有我，老板还说我飘了，心态不对，离开公司平台什么都不是，所以我辞职了。林峰看着这12个人，我创立这个公司就是想证明，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平台，而在于能力。我也想告诉大家，在我的公司，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庆功宴外，每一个人都会被尊重，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。只要你努力，你就能得到应得的回报。掌声响起。现在我宣布，林峰说，公司第1个项目3、2亿的华昌集团数字化转型项目正式启动，合同下周签，首付款1亿，1周内到账。这个项目利润率预计40%，总利润28亿。项目完成后，全体员工额外发3个月工资奖金，核心团队额外发6个月工资奖金。掌声更响了。6月10日，林峰和李明签订了正式的项目合同。甲方华昌集团，乙方北京风智科技有限公司，合同金额3、2亿元，首付款1亿元，签约后5个工作日内到账，项目周期18个月。签完合同，李明和林峰握手，林总加油，谢谢李总。6月15日，首付款到账，林峰看着公司账户余额100,000,000,000,000,1亿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数字。虽然这钱大部分要用来采购设备、支付工资、项目开发，但至少这个项目是他公司的了。林峰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北京城，他想起2周前，他还在王建国的公司为3、2亿的单子拼命，想起庆功宴那天，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38个人都去了，就他没有。想起他写辞职信的那个晚上，想起王建国在云南客栈外求他回去。现在他有自己的公司了，这就够了。那天晚上，林峰给母亲打电话，妈，跟您说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母亲的声音有点疲惫。我开公司了。林峰说。开公司？母亲惊讶了。你不是辞职了吗？对，辞职了，然后自己开了公司。林峰说，还签了个3、2亿的大项目。3、2亿。母亲不敢相信。儿子，你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吧？林峰笑了。妈，我是正经做生意。之前那个3、2亿的单子，客户信任我，把项目给了我的公司。那就好。母亲说，儿子，妈不懂你做的这些，但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妈，过段时间我接您来北京住。林峰说，不用。母亲连忙说，妈在老家挺好的，你在北京忙你的。妈，您一个人在老家，我不放心。林峰说，而且爸走了，您一个人在老家太孤单了。母亲沉默了。儿子，母亲的声音有点哽咽，你爸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，肯定很高兴。他生前就说，希望你能有出息，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现在你做到了。林峰的眼眶红了。妈，等公司稳定了，我就接您过来。好。母亲说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林峰拼了命的工作，每天早上6点到公司，晚上11点离开，周末也在加班。他要把这个3、2亿的项目做好。7月15日，项目正式启动1个月，团队从12人扩充到25人，其中1个新员工是张强。那天，张强来找林峰，林哥，我想跳槽到你公司。林峰愣了一下，你不怕王建国报复你？不怕了。张强说，
王建国的公司最近很乱，失去了华昌那个项目，营收暴跌，投资人撤资了一半，很多人都在找出路。而且我跟着林哥5年了，我信任你。林峰拍了拍张强的肩膀，欢迎加入。张强成了销售总监，林峰给他的任务，开发新客户。林哥，张强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，我相信你。林峰说，3个月后，9月10日，林峰的公司已经运营了3个多月，员工从12人增加到38人，办公室从120平米扩到了300平米。业绩情况，华昌项目2亿，首付1亿已到账，项目进度 30%， 其他项目张强带团队签了5个小单子，总额3700万，总营收签约57亿已到账金额37亿。林峰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第3季度的财务报表，这3个月公司从0做到3，57亿签约额。虽然利润还没完全体现出来，项目未完成，但至少公司活下来了，而且活得不错。咚咚咚，有人敲门，进。张强走进来，林哥，刚接到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王建国的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了。张强说。林峰愣住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今天上午。张强说，失去华昌那个项目后，公司营收暴跌 55%， 投资人撤资，资金链断了。王建国被董事会免职，现在公司由董事会接管，准备清算。林峰沉默了。3个多月前，王建国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老板，说他飘了，心态不对，离开公司平台什么都不是。3个多月后，王建国的公司破产了，而他有了自己的公司，57亿签约额。林哥，张强说，王建国给你发微信了。林峰拿起手机，看到微信，王建国，林峰，听说你公司做得很好，恭喜你，我的公司破产了，是我自作自受，当初不该那样对你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祝你越来越好。林峰看着这条消息，沉默了。过了很久，他打了2个字，谢谢，发送。然后他把手指放在王建国的联系方式上，停顿了3秒钟，长按删除，确认删除。林峰看着这4个字，想起了很多，不过都是过去了。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有些话说晚了就没意义了。林峰点了确认，屏幕上王建国的头像消失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他现在要往前看。那天晚上，林峰开车去接母亲。上周他把母亲接到了北京，租了一套2居室，月租8000，在公司附近。母亲在老家待了2个多月，瘦了一大圈，一个人太孤单了。林峰把母亲接到北京，至少能天天见面，照顾她。晚上7点，林峰到家，母亲正在厨房做饭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。母亲探出头来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想早点回来陪您。林峰换上拖鞋，儿子，你太累了。母亲走出来，看着林峰，你瘦了。没事，忙这阵子就好了。对了，母亲说，今天是你爸的周年祭，我在家给他上了香。林峰愣住了。对，今天是父亲去世1周年，9月10日，去年的今天，父亲走了。妈，对不起。林峰说，我应该回老家祭拜的。没事，母亲说，你忙，我知道，而且你爸在天上看着呢，他知道你现在过得好，他会高兴的。林峰的眼眶红了。妈，他说，爸走的时候，我没在他身边，今年百日的时候，我也没回去，我是不是很不孝？傻孩子。母亲抱住他，
你爸不会怪你的，他生前就说让你好好工作，别管家里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公司，他肯定很骄傲。林峰抱着母亲，眼泪掉下来。妈，我会让您过上好日子的。妈不要过好日子。母亲说，妈只要你开心，这次你是为自己干，不是为别人干。妈开心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